大家好，欢迎收看围棋教学入门第9集门吃，我是林恩德老师。今天我要为大家介绍一种吃棋子的方法，用一颗棋子与自己的棋子配合，类似像门，把对方棋子封住，让对方棋子无法逃走。这种方法称为门吃，或是门封。现在我们来看第一个盘面，轮到黑棋下。黑棋4颗棋子被白3角1子断开。如果黑棋可以把这颗白子吃掉，两边黑棋就可以连接在一起。如果不能吃掉，黑棋2块棋要分开作战，黑棋就难过了。因为右上角有一颗白棋的引争子，所以黑棋也不能争子。这个时候，黑棋就可以运用门吃。黑棋下在 A 点，做成上方和右方各一道门。白棋假如向上冲出，黑棋D6关门并叫吃。白棋如果向右方逃，黑棋 F4 关门并叫吃。白棋3角1子无法逃走，这就是门吃的应用。再看第2个盘面，白1子断开了两边黑棋，如果让这颗白子逃走，黑棋两边都会有危险。此时黑棋先下，可以走 A 点，门吃白1子。白子如向左逃，黑棋 D5 关门并叫吃白棋。接着白 F6， 黑 F7， 白 G6， 黑 H6， 白棋无法逃出。白棋如果不往左边逃，而先 F6 往上方冲，接着黑棋 F7， 白 G6， 黑 H6， 白 G7， 黑 G8 关门并叫吃，白棋一样跑不出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第3个盘面，白棋3角2子断开了下方2黑子与左上角黑棋的联系。如果让白棋3角2子逃掉，下方2黑子就惨了。此时黑棋先下，可以下在 A 点，门吃白2子。白棋如果向上冲，黑棋 D8 关门。白棋如果E6逃，黑棋 F6 挡住。白棋E5逃出，黑棋 F5 挡，白棋同样逃不出去。
白棋没办法冲出去，那么用跳的如何？黑棋走 A 之后，白棋 F6 跳出，黑E6冲，白E5，黑 F5 关门并叫吃，白棋也是出不去。白棋如果改走 F5 跳，黑E5冲，白E6，黑 F6 关门又叫吃，白棋同样无法逃出。接着我们来看第4个盘面，黑棋被白棋三角二子断开。如果黑棋可以吃到这2颗白子，黑棋就好下了。但是左下角有1颗白棋引争子，所以黑棋没办法运用争子的手法。这个时候黑棋怎么办呢？其实黑棋这里还是有妙招的。黑棋可以先走黑1，敲头，白2逃出，贴近黑棋。这个时候黑棋不是继续敲头，而是黑3一尖跳门封。接着白4如果往左冲，黑5关门并叫吃，白6往下，黑7再叫吃，白棋无路可逃。黑3一尖跳门封时，白4如果往下，黑5挡住，白6右拐，黑7关门并叫吃，白棋能无法逃脱。最后一个盘面，白棋三角三子将黑棋分成2块，黑棋先下，要如何吃到白3子呢？这个时候，如果黑1走一尖跳门封，接着白2下冲，黑3挡，白4叫吃，黑5粘，白6又叫吃，黑7长出，白8冲又叫吃，黑棋无法封锁白棋。其实黑棋在这里可以下黑1，小马步门封。白棋如果白2冲，黑3挡，白4断，黑5紧气，白6叫吃，黑7粘之后，4白子慢一气被吃。
从以上的几个例子，我们可以了解门风的应用手法。在围棋界也流传了一句话：争子不利用门风。意思是，如果没有办法争子，就可以看看是不是能用门风的手段。门风除了用跳的占大多数，还有刚刚介绍的小马步门风。今天的课程就为各位讲解到这里，谢谢各位。谢谢您收看肥妈的影片，也非常欢迎您订阅、按赞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下部影片见。